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客户委托我们要来换掉家里面的灰管。大家看这里呢是大温地区的高桂林市。那高桂林市呢，因为建筑年份和开发年份的关系，所以它算是灰管房的重灾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借着这次的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灰管，然后这些灰管呢，到底会对房屋和用水造成什么问题？还有呢，在更换灰管的过程，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？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赶快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灰管。那我们呢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灰管。好，小李哥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根呢，它就是我们换下来的灰管，它已经是垃圾了。那灰管呢，就是所谓的聚丁烯水管，常常呢我们会把它叫做 Poly B， 其实 actually 那个不是 Poly B 啦，那个其实是 beta 的意思，它就是一个化学结构的代称。好 ，anyway， 反正呢我们中文就把它叫做灰管。那首先我们就来聊聊灰管有什么缺点吧。这个材料呢叫做聚丁烯嘛，它怕热也怕氯气，它在热和氯气的情况之下，它自己就会分解掉。大家知道家里面自来水里面都有添加氯嘛，然后随着环境变化恶化，那我们氯气会加的越来越多，因为它是杀菌的材料。家里面有很多热水管那它也有时候长期也都在60度以上的温度，所以呢，在家里面的灰管呢，经过年份，它的管壁呢就会越来越薄。然后呢，会从这种接头的地方、比较脆弱的地方、承受应力的地方，那开始发生断裂漏水。第二个重点呢，我们就是在聊聊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家里面有灰管呢？首先，第一个重点就是看你房子建成的年份。灰管呢，主要出现的年份是在1978年到1997年之间。如果呢，你房子呢是在1978年到2000年这之间盖好的房子，大概率是会有灰管。除非呢，在你买这个房子之前，那个灰管早就已经发生问题了，前屋主把它换掉了，不然呢，你的房子呢，多半来讲就是灰管房。再来呢，你可以去观察你房子的露出来的裸露的部分，你可以看到马桶的进水口，或是呢，你把洗手台的下方的柜子打开，洗手台下方的冷热进水口，如果你还发现这种灰色的管子，就是代表呢，你们家可能是灰管房。当然呢，这个灰色管子最重要的辨识方式，还是这管子上面会有一个编号。好，那你如果有看到这个编号，还有看到这样的管子，你就可以100%确定你家是灰管房。那也许会有些朋友会问啊，那我家虽然是灰管房，但是我家有买房屋保险啊，那如果发生漏水了，房屋保险会赔啊。那这件事情你知道，房屋保险公司当然也知道，那就是因为这几年，尤其在温哥华，因为季节和气候的关系，那灰管呢，你都已经渐渐发生漏水了，保险公司已经赔到不要赔了。我们看我们这次换下来的灰管这个灰管呢，大家会注意到它是灰色的管身，还有灰色的配件，它这个接头的本身就已经是塑料的，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灰管中的灰管，也就是它整个都是塑料的。像这次的屋主为什么一定要更换？因为保险公司已经拒保了，他已经买不到房屋保险。那我们还有一些屋主呢，比较靠近2000年才盖好的房子，那你就会看到，虽然是灰管呢，它已经换上了黄铜的接头。这种房子呢，目前还有部分的保险公司愿意承保，但是呢，你的保费都会比较高。而且呢，根据可靠的消息指出，就是客人跟我讲的啦，就是你房子只要因为灰管，它一旦发生漏水了，它赔你一次，明年你要续保的时候，你就再也买不到保险。可能会有些朋友说，那没关系啊，我跟其他家保险公司买。那对不起在加拿大保险的记录都是联动的，那你一家买不到，你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买不到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家里有灰管，最好趁它还没有破裂之前就把它换掉，这样子比较稳妥。师傅，既然灰管有问题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灰管房呢？这个东西就要关系到加拿大水管的历史。在1978年之前，那因为塑料还没那么发达，还没有这种塑料水管，那我们用什么来当加拿大的水管呢？我们用这种铜管，这种铜管就是用这种红铜做水管。好，那为什么加拿大用红铜的水管？因为加拿大的天气比较特别，加拿大冬天很冷嘛，四季的温度变化很大，然后再加上这里是木屋，它需要这个水管呢，它有一些可塑性。
一些亚洲国家的水工可能会想我们早就在用 PVC 水管了，为什么不在加拿大用 PVC 水管？因为PVC 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它当弯到一定的程度，它就会断掉。加拿大房子本身的结构很有弹性，并不是像水泥，它是固定的，它其实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结构的震动，那水管就会震裂。所以从早期开始呢，你在加拿大就是用这种红铜的水管。所以你的房子如果是1997年之前盖的房子，那基本上都是这种铜管，不用担心这不会有灰管。为什么会在1998年之后就把它换成塑料的呢？这个铜管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贵嘛。大家知道铜其实就是钱了。那其实同时加拿大也做过一件事情，就早期来加拿大的朋友都知道加拿大本来有一个1 cent， 就是1分的硬币。那1 cent 的硬币呢，它就是99%的纯铜。你看现在阿斯卡，你去买东西，你还有1 cent 这个东西吗？没有啦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吗？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加拿大政府发现不对啊，这1 cent 的硬币里面用的铜居然比1 cent 还要贵。所以你很聪明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这1 cent 拿去融一融，然后拿去卖，然后还会比它原来的价钱还高？对，这样怎么行？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加拿大就回收的时候1 cent 的东西，所以你知道铜这个东西很贵。那我现在讲一下现在的价钱那这么长的一节铜管，虽然卖16块加币。如果你家里面装铜管，然后真的就在烧钱。再来还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它施工很不方便。铜管呢，我们就要套管，然后烧焊嘛。那这场工作，你不是有看到我在烧焊一些管子，对不对？你看我搞了一个上午，烧了几支，烧了3支管子，工作效率非常的低啦。那当然啦，早期工资也低，或者材料成本也低，那还能接受。但是呢，随着时代的进步呢，这当然就会被淘汰。还有呢，在这个材料特性上来讲，大家不要觉得这是金属但什么缺点都没有。金属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会氧化。如果你家里装的是铜管铜管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里面不断在氧化。因为水里面会有氧气嘛，所以铜就会产生氧化铜。所以如果你出国很久，水都没在流动，你就会很明显，你第一次放出来的水，如果你家是铜管，放出来的水是黑色的。对，里面有很多铜的氧化物。不管怎么样，金属的氧化物对身体都是不好的。所以如果你家里是铜管的话，建议你在饮用水的部分，你一定要装一个过滤器比较好。这是小李哥给大家的建议。那在1998年之后呢？当然就出了这个聚丁烯水管，就是灰管了。这个一出来，那个价钱哇，一下子变成1/10。所以你觉得所有建商为什么90%的房子都用这个管子？因为太便宜了，而且它的施工很方便。铜管呢一定要做接头，它不能弯嘛。但是呢，这种水管你看它的弯曲度可以这么大。那在法规上呢，我们只要不要有 bend。什么叫有 bend 呢？就是把它折出一个痕迹，不要 bend， 这叫 bend。那弯曲这样子是可以的。所以呢，它有很多地方就不需要做弯头了，它直接在结构里面就可以弯曲过去，它的弹性非常大。这是这个水管除了便宜之外最大的优点，就是它弹性非常好。那在一开始呢，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材料它可能会因为热或因为氯而发生分解，这都需要过了5、6年之后我们才知道的嘛。加拿大就许可了它，并且大幅度的采用。它的缺点刚刚都已经讲过，那我就不再重复了。那到了1997年之后呢？1997对你们香港人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对，这个到了1997年之后，加拿大政府发现不对了，它就整个把它变掉，然后就过渡到所谓的 PEX 水管。我们看这个就是所谓的 PEX 水管。从灰管过渡到这个 PEX 水管这之间呢，经过了一个很短期的一个 PEX A、PEX 管子的流行。这个 PEX 水管呢叫做交联聚乙烯。早期呢还没办法把这个 PEX 做得那么厚，制造商就支了一个招啦，那就在这个 PEX 当中，它就是一层外面 PEX， 中间夹了一层铝，内核再是 PEX， 做成这个 PEX A、PEX。那这种管子呢就有一个好处啦，它除了有弹性，那当然因为它夹了铝嘛，它强度也比较高，耐温也比较好，但是呢它也是有问题的，这层铝夹了就是问题。我们都知道嘛，只要是金属就会氧化。所以呢，这个 PEX A、PEX 呢，有时候呢，它在接头的地方也开始会发生一些漏水。那再来，只要加了金属，它成本就往上去了嘛，它就失去了所谓的塑料水管最大的优势。只要有金属，施工也会更困难。所以呢 ，PEX A、PEX 这个水管并没有流行很久，它就被淘汰了。那现在呢，主要都是这个 PEX， 它是一个纯 PEX 的水管，分为 PEX A 和 PEX B。在材料上呢，这两个都是合法的。
那我们看哦 ，PEX 水管呢，它一样，它有一个可以弯曲的弧度，它在弯到这个程度，它都不会 bend。那所以呢，它也是在结构当中，它可以去做一些弯曲。那当然啦，比起这个聚丁烯水管，我们来看这个聚丁烯水管可以弯到这样子 ，PEX 呢弯到这样，很显然呢，它弯曲的幅度它会比较小，因为它的强度好嘛。PEX 的水管呢，最大的好处就是第一个它不怕氯嘛。它解决了灰管的问题。第二个呢，它对热的耐温也比较高，它耐温可以耐到90度。90度我讲的是它的工作温度，不是它会融化，就是你长期它在90度的工作环境之下，它都不会分解。如果你把家里的热水开到最热，你也大概只能65到70度。好，就是在我们一般的家庭的热水里面呢，基本上不太会出现所谓超过90度以上的情形。然后 PEX 水管呢，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，就是它很耐寒、很抗冻，即使呢，它有一点点结冰的情况之下，它呢因为有弹性，它都不至于很快的把水管给撑裂。那我们都觉得铜管很坚硬，对不对？那但是铜管呢，一旦它发生结冰，铜管它很容易就被撑裂开了，它不见得有 PEX 它来的耐用。那所以呢，现在目前加拿大主流的水管就是这个 PEX。好，这一次的灰管主题的内容比较多，小李哥决定分成2集来为大家介绍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。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灰管为什么会被禁用，还有各种材质的进水管的优缺点。在下一集呢，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要更换灰管的工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重点，还有新的进水管要怎么接，才能让家里的自来水的水压稳定，水量不会忽大忽小。如果您住在大温地区，如果您有装修的需要，您可以直接在下方留言给小李哥，我可以给您最直接的帮助。如果您住得比较远，有任何的装修问题，也欢迎您直接留言，小李哥会尽可能的给大家最详细的回答。当然，请您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的频道，并且分享给您的好朋友。最后，祝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